在《汉书》当中，有2个女人是给单独立传的，一个是吕雉，另一个便是王政君。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后之一，历经了7位皇帝。在她的手中，彻底葬送了西汉王朝的江山，而篡夺江山的就是她的侄子王莽。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传奇太后王政君及王莽的成长史。公元前71年，王政君出生于魏郡的原城县，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大名县。长大后，将她许配给别人为妻，可还没等到过门，男方就去世了。之后，东平王准备纳她为小妾，可同样没等到过门，东平王也去世了。他的父亲王进找人去占卜，结果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于是王进就让女儿学习各种才艺，在她18岁那年，将她送入宫中，成为了佳人子。所谓佳人子，是指在汉朝后宫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此时是汉宣帝刘病已在位，太子是刘氏。就在王政君被送入宫中的1年后，太子刘氏所宠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他告诉刘氏，他是被其他的姬妾们给诅咒死的。于是太子就迁怒于其他的姬妾，不肯与他们亲近。可此时刘氏还没有儿子，不与姬妾亲近，那么大汉的江山到时候传给谁呀？所以汉宣帝非常着急，让人从后宫挑选5名宫女送给太子，其中就有王政君。可刘氏对他们5个也提不起兴趣，但为了不违逆皇帝和皇后的旨意，就敷衍地说其中有1个还可以。刘氏说话的时候离王政君最近，大家就以为他中意的是王政君，于是便把王政君送入了太子的宫里。没想到多年没有子嗣的他，只1夜就让王政君给怀孕了。公元前51年，王政君生下了1个儿子，汉宣帝亲自给他取名为刘骜。3年后，汉宣帝刘病已驾崩，太子刘氏继位，即汉元帝。王政君爷母凭子贵，被封为了皇后。汉元帝喜好儒术，于是他在位期间大量的启用儒生，使汉朝真正的走上了独尊儒术的道路。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软弱和平庸，导致皇权式微，外戚专权的状况愈演愈烈。公元前33年，42岁的汉元帝刘氏驾崩，被安葬于卫陵。卫陵位于今天咸阳市渭城区的周陵镇新庄村东南。之后，太子刘骜继位，即汉成帝，王政君也就成为了皇太后。刘骜即位后，有一次外出游玩，来到了杨阿公主的府上。杨阿公主让府中的妓女们演奏助兴，这时一名歌妓引起了刘骜的注意。他那勾人魂魄的眼神、婀娜曼妙的舞姿、清丽动人的歌喉，都深深地吸引着刘骜。这名歌妓便是赵飞燕。之后她便被带入宫中，深受刘骜的宠幸。赵飞燕原名遗嘱，关于她的出生地以及家世，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因为她的继父姓赵，所以她也跟着姓赵。由于她的舞蹈轻盈飘逸，人们就都称她为飞燕，于是她的名字就被改为了赵飞燕。后来听说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温柔妩媚，连赵飞燕都自愧不如，于是刘骜便下令招她入宫，姐妹俩都被封为了婕妤。公元前16年，刘骜将赵飞燕封为了皇后，赵合德被封为昭仪。可此时刘骜已经30多岁了，宠幸她们姐妹俩已经10多年了，她们俩却没能生下1个儿子。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刘骜的孩子。临产时，赵合德让人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伟能，并取走了婴儿，最终婴儿下落不明。之前的皇后生下过1儿1女，但后来全都夭折了。之后班婕妤也生下过1个儿子，可几个月后也夭折了。于是没有子嗣的汉成帝无可奈何，只能去找一个宗亲子弟立为太子了。公元前8年，汉元帝刘氏的另外一个妃嫔傅太后用大量的金银珠宝贿赂赵飞燕姐妹俩，让他们说服刘骜立自己的孙子，并逃亡刘歆为太子。第2年，汉成帝刘骜就死在了赵合德的床上，终年46岁。他死后被葬于延陵。延陵位于咸阳市城北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马家窑村。之后，群臣们都声讨赵合德，赵合德畏罪自杀。公元前7年，19岁的太子刘歆继位，即汉哀帝。
他感念赵飞燕拥立自己有功，就尊赵飞燕为皇太后，王政君则为太皇太后。此时的王政君经历了丈夫刘氏、儿子刘骜，地位越来越高，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成熟，同时王氏家族也变得权倾朝野。王政君的兄长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崇为安城侯，而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更是5人同日封侯。只有弟弟王曼还没有等到封侯就去世了。王曼有2儿1女，长子王勇也早早就去世了。于是唯一在世的儿子就只剩下了次子王莽。王政君那些被封侯的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弟们，多数都成为了将军和列侯，生活奢靡，声色犬马。唯独王莽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还勤劳好学。他耐心地服侍着自己的母亲以及守寡的嫂子，抚育兄长留下的孩子，行为检点，作风严谨。对内他侍奉诸位叔伯，对外接纳贤士名流。因此王莽就成为了他们这个大家族中的另类，也是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并且声名远播。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开始做官。他办事认真，对人恭敬，特别是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更是极为恭顺。于是王凤在临死之前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的照顾王莽。同年王莽就被任命为黄门郎，后来又升为摄生校尉。之后他的叔父王商上书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封地里让出一部分封给王莽。朝中的大臣们也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也觉得王莽贤能，王政君更是因为怜悯自己的弟弟王曼，于是便追封王曼为新都侯，并让他的儿子王莽继承了爵位。从此王莽也就成为了列侯。可是王莽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是能礼贤下士，清廉简朴，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来接济穷人。于是朝野上下都盛赞王莽，他的名声也逐渐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他举荐王莽代替他的大司马之位。于是38岁的王莽就成为了大司马，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执政后他依然克己不倦，皇帝给他的赏赐他都用来款待名士，生活反而过得更加节俭。他不仅能礼贤下士，对自己的姑姑王政君也是照顾有加。他知道王政君不喜欢常年待在深宫，就举办各种能让王政君外出的活动，就连王政君的侍女之子生病，王莽都能亲自前往服侍。可物极必衰，正在王莽春风得意的时候，却迎来了汉哀帝刘欣继位。刘欣不是王政君的亲孙子，所以他继位后就开始排挤和打压王室外戚的势力。他先是提高自己亲祖母以及母亲的地位，封祖母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实意与王政君相等。随后有人弹劾王根，汉哀帝就借机将王根逐出京师，并将王室举荐的官吏也悉数罢免。接着王莽因为得罪了傅太后，也被迫辞去了大司马的职位，隐居于他的封地新都。新都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新野县。从此他闭门不出，安分谨慎地生活着。在此期间，由于他的2儿子王霍杀死了家奴，王莽就逼他的儿子自杀了。就这样，王室外戚的权势被彻底地压制住了，可政权却又落入了傅氏和丁氏外戚的手中。而且刘欣不仅没有治国之才，还宠信佞臣董贤。后宫佳丽3000，没有一个能让刘欣心动的，唯有美男子董贤让刘欣是欲罢不能。他赏赐给董贤的财物不计其数，仅1个月之内给他的赏赐就达1万万钱。后来还任命董贤为大司马，位列3公，百官只能通过董贤才能向汉哀帝奏事。到最后，刘欣竟然想过要把皇位也禅让给董贤。这时许多的官吏和平民都为王莽被罢免而鸣不平，要求他复出。汉哀帝无奈，只能重新召王莽回京。可是回来后却不给他任何的官职，只让他去侍奉王太后。公元前1年，在位仅6年的汉哀帝刘欣驾崩，年仅25岁，死后被葬于义陵。义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6.5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南河村。那么汉哀帝驾崩后，西汉的下一个皇帝又会是谁呢？王莽的人生又会走向哪里？
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西汉王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作为王室外戚中起点最低的王莽，又是如何篡位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西汉灭亡及王莽建立新朝。公元前1年，在位仅仅6年的汉哀帝刘欣驾崩，得知消息的王政君迅速地赶来未央宫，他部署王氏家族的子弟们控制朝堂，然后就去找传国玉玺。汉哀帝临终前，将传国玉玺交给了他的男宠大司马董贤。于是王政君就派王弘去威胁董贤，让他交出了传国玉玺。随后王政君就把董贤召来，问他准备如何安排汉哀帝的丧事。董贤不知所措，只能脱下帽子谢罪。王政君便说，王莽之前以大司马的身份处理过先帝的丧事，不如就让王莽去帮你吧。董贤连忙叩头谢恩。之后王政君召来王莽，让他指使大臣弹劾董贤，罪名是汉哀帝卧床生病的时候，董贤没有精心的侍奉皇帝，导致皇帝驾崩。然后禁止董贤出入大司马的府门。第二天，王莽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给董贤下诏，让他交出大司马的印绶，并要求他罢官回家。董贤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之后，董贤的父亲和弟弟被迁到了合浦，也就是今天广西省的浦北县，母亲则被送回故乡巨鹿，也就是今天河北邢台市的平乡县西南。董贤的家产也全部变卖，共卖了43万钱。处理完董贤，接着就是汉哀帝刘欣的其他亲人。赵飞燕和傅皇后被贬为庶人，让他们去看守自己丈夫的陵园。两人接诏的当天就一同自杀了。汉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已经去世，王莽上书说，他们安葬的礼仪不合礼制，需要重新安葬。朝中的大臣们为了迎合王政君的心思，都交纳钱帛，或者派遣家人，结果来了10余万人，耗时20多天，掘平了傅太后和丁姬的坟冢。随后，傅氏和丁氏两家的外戚也迅速地被铲除。至此，王室外戚再次崛起，无人能敌。王政君下诏，让大臣们推举大司马的人选，大臣们都明白意思，纷纷地举荐王莽。于是，王莽便再次出任大司马之职。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要迎立新的皇帝了。王莽为了能控制朝政，肯定不能找年龄较大的君主。于是，当年7月，他迎来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戡，9月初1登基为帝，即汉平帝。汉平帝年幼，由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之后，大臣们给王政君上奏，表示王莽的功绩与霍光是一样的，享受的封赏也应该和霍光相等。王莽得知后坚决推辞，而大臣们还不断地向太后建议，王莽则再三推辞。几轮过去后，王莽勉强地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封给他的28000户食邑，他是坚决不肯接受。大臣们对得起王莽，王莽也要对得起大臣们。他向王政君建议，加大对诸侯王、功臣后裔以及在职官员们的封赏，并增加宗庙的礼乐，提高百姓和鳏寡老人的待遇，推行对平民和士大夫的恩惠政策。此举再次博得了朝野上下的好感。他还建议让太后带头过简朴的生活，自己贡献100万钱，30顷田，救济民众，百官群起效仿。公元2年，全国大旱，并且遭受蝗灾，受灾最严重的是青州，百姓四处流亡。在王莽的带头下，230多名官员和富商献出了自己的土地和住宅救济灾民，并在长安城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宅。灾情过后，就有大臣上书赞颂王莽的功德，说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公元3年，王莽决定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可汉平帝大婚，王莽却禁止他的母亲卫姬前来长安，卫姬思念儿子，日夜哭泣。王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入朝，对他的擅权造成障碍。于是他勒令汉平帝的母亲卫姬、舅舅卫宝和卫权只能留在中山国，不准进京。王莽的长子王宇担心等汉平帝长大后会怨恨报复，极力地反对此事，但王莽不听。于是王宇就与自己的老师吴章以及妻子的哥哥吕宽商议后，决定用迷信的方法让王莽改变主意。
到了夜里，吕宽拿着血酒，准备洒在王莽住宅的大门上，想以此为意象劝说王莽。结果吕宽在洒血酒的时候被当场抓获，他们的密谋也就败露了。王莽得知后大怒，下令将自己的儿子王宇投入监狱，然后毒死。儿媳妇因为怀有身孕，王莽等他生下小孩后再将其杀害。这是王莽大义灭亲所除掉的第二个亲生儿子。然后他借此机会清除异己，包括魏氏外戚、汉元帝刘氏的妹妹敬武公主、汉文帝刘恒的9世孙刘立、王莽的堂兄王仁等数百人被杀。王莽还借此美化自己，以训诫子孙为名，作书8篇。接着就有人上奏，要求把王莽的这8篇文章分发到各地，让官吏和百姓们学习，并把他的8书列为和《孝经》一样的经典。同时还规定，各级官吏凡是能够背诵他写的8书，都可以优先升官。公元4年，王莽的长女王晏正式被册封为皇后。2年后，汉平帝在未央宫驾崩，年仅15岁，之后被葬于康陵。康陵位于今天咸阳市城北 7.5 公里，渭城区周陵乡的大寨村。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汉平帝是被王莽给毒死的。之后，王莽就要重新在宗族子弟里再选一个人来做皇帝，他当然不愿意迎立年长的君主，最后挑选的是年仅2岁的刘英。而且他并没有立刘英为皇帝，而是将他立为了皇太子。不多时，有人上报说，在武功县的井里挖出了一块白石，上面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让大臣去禀告王政君，王政君明白了王莽的意思，只能无奈地答应，让王莽代理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至此，他不是皇帝，但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刘氏宗族的强烈不满。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安众侯刘崇，他和封国宰相张绍密谋后，决定起兵造反。他们只带了100多人去攻打宛县，结果没过多久就以失败告终了。随后，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了刘病已的曾孙刘信为皇帝，起兵反抗王莽。起兵之前，他还联络了其他的刘姓宗族共举义旗，包括都尉刘宇、武平侯刘璜以及东平王刘匡等人。9月，翟义自称汉朝的大司马，正式起兵。当大军抵达山阳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金乡县附近的时候，反叛大军已有10余万人了。王莽惊慌失措，连忙召集群臣商议。他任命了7位将领率军去平叛翟义，同时又任命了3位将领，分别去镇守函谷关、武关和宛县。只要能守住这3个地方，叛军就无法进入关中，长安城就是安全的。然而，大军出发不久，关中也发生了叛乱。赵鹏和霍弘率领的反叛军迅速地拿下了长安城附近的23个县，正向长安城攻来。焦头烂额的王莽只能派魏魏和大鸿胪率兵出城去迎击赵鹏的叛军，同时让骑都尉驻防长安城的北门，城门校尉驻守长安城的南门。王莽则抱着3岁的皇太子刘英，率领百官，每天都跑到皇家的祖庙去祈祷。然而很快，前方就传来战报，汉朝大军行进到陈留郡的时候，与翟义率领的反叛军遭遇，并一举击败了对方。翟义被捕后被五马分尸，刘信则逃亡而去，不知踪迹。随后，汉朝大军调转方向，向关中的赵鹏和霍弘的反叛军杀来，这支反叛军也迅速地瓦解了。就这样，短短的2个月，汉军就消灭了各地的反叛，各郡县又恢复了平静。如此顺利的平叛，让王莽自信了起来，更加坚定了他的篡汉之心。公元8年的11月25日，王莽来到汉高祖刘邦的庙前祭祀，然后举行了皇帝的加冕礼。12月1日，王莽正式接受了刘英的禅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长安，新朝建立。这一年，王莽54岁。随后，他就派王顺去向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王政君怒骂道：“你们承蒙汉家之力，才能世代享受富贵，现在却要在托孤之时夺取江山，真是猪狗不如啊！既然你们认为是得了天命，成为了新皇帝，那就自己重新再做个玉玺，何必还要这亡国的玉玺呢？”说罢，痛哭流涕。王顺虽然也感到悲哀，
但过了一阵，他还是诚恳地说道：“王莽肯定是要拿到传国玉玺的，太皇太后，你还能到死都不拿出来吗？”王政君知道王莽是在威胁他，可也没有办法，只能将传国玉玺取出，恶狠狠地扔在了地面上。从此，传国玉玺的翅就碎了一角。王顺赶紧去捡起，准备送给王莽。这时，王政君又说：“我已经老了，活不了多久了。可王氏家族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恐怕离灭族也不远了。”至此，西汉王朝正式灭亡。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开始，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大帝、昭宣之治，自从汉元帝刘氏即位后，皇权开始旁落，外戚专权则愈演愈烈，西汉王朝便逐渐走向了衰亡。西汉王朝一共传了12位皇帝，历时210年，最终走到了尽头。而中国历史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新朝。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为什么有人说王莽是穿越回古代的现代人？他废除奴隶制度，禁止土地买卖，建立贷款制度，以公权力平衡物价等一系列的改革，真的是从现代学过去的吗？为什么他的改革不但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穿越者王莽的改革内容。公元9年，54岁的王莽废掉孺子婴，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朝建立。紧接着，他便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史称王莽统治。王莽信奉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只有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之前的礼制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他要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的治国理念。首先，他改换了朝廷机构的名称，比如将大司农改名为西河，后来又改为纳言；将大理改为作事，太常改为至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等等。他还按照周制封了5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然而，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接着，他要更改地名。有些地名已经叫了上百年，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但王莽必须要改成古名。然而，他的改名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想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同一个地方，今天是这个名字，明天又换成了另一个名字，导致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自己住的地方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甚至连官吏都搞不清楚。国家下发到各地的公文必须在新地名的后面添加上大量的旧名注解才能送达。接着，他进行了土地改革。西汉时期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于是豪强和贵族就大量囤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导致有钱人的土地接连无边，没钱的人却无力追置地，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王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据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推行了王田制。他将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改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这是把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改革又给改了回去。王田制规定，一家之中有8口男丁的，可封给1井，也就是900亩耕地。如果男丁不足8口，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则必须将多出来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之中没有土地的人。同时，他将奴隶和婢女改称为私属，也不得自由买卖。然而，他的这项制度严重地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有些地主和官僚甚至举兵反抗。汉徐亭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真定的地主豪强也在刘都的率领下举兵反莽。原来追随王莽的部分朝廷大臣也提出异议，朝野之上一片反对之声，使他的这项政策根本就无法推行下去。不但地主不满，连奴婢和农民也不满。原因是，原本那些无地的农民还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可现在奴隶不让自由买卖，而答应要封给他们的土地又封不到手上。最后是想当农民没有土地，想当奴隶又没人买，只能都变成了流民。就这样，公元11年，王莽只能被迫宣布取消王田和私属制度，实行了3年多的土地改革，宣告失败。他的这次土地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第三，他进行了货币改革。
当时有一个名叫贡禹的大儒游说王莽，说货币就是祸害，因为有了货币，才让人有了攀比之心，有了物质的欲望。上古3代没有货币，却天下太平，因此建议废除货币。另一个名叫师丹的大儒，则建议恢复到以前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贝壳代替货币。结合他们的建议，王莽开始了他的4次货币改革。西汉时期普遍使用的是5铢钱，他第一次的改革是在5铢钱之外增加了大钱、契刀和锉刀，规定一个大钱可以兑换50个5铢钱，一个契刀则兑换500个，一个锉刀兑换5000个。但是一个大钱的分量只相当于 2.5 个5铢钱，因此他是要拿着这个相当于 2.5 个5铢钱的大钱，要跟民众换回50个5铢钱，民众当然不愿意，于是王莽就进行第2次改革。这次他将契刀和锉刀作废，同时连5铢钱也给作废了，发明了一种1铢的小钱。这样在市场上流通的是重为1铢的小钱和重为12铢的大钱。可问题是，大钱和小钱的分量比是12比1，而价值却是50比1。于是聪明的民众就纷纷地把小钱熔铸成大钱，导致市场上只有大钱而没有小钱。王莽发现这样不行，只能将大钱和小钱都作废，又新发明了6类货币，分别叫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物货。材料分别是金、银、铜、龟壳、贝壳、布匹。6种货币又被王莽分为28个品级，不同货币和不同品级之间又规定了不同的换算比例。一方面，在这些币种中，像龟币和贝币这些古老的货币，早在几百年前就不再使用了，民众根本接受不了。另一方面，货币的种类繁多，换算复杂，普通民众根本就算不清楚，流通非常不便，所以人们仍然在暗地里使用着5铢钱。为了推行新的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自铸币，甚至只要发现民间藏有铜和碳者，就被指控为私铸货币，发现1家盗铸的，5家跟着连坐。可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新货币顺利流通。1年后，王莽被迫废除了这28种货币，换成了货权和货布。货权重5铢，货布重25铢，应该是相差5倍。然而他却规定1货布可兑换25货权，成为了25倍。货币价值比例的不合理，导致这次货币制度更加的混乱，使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立。米价更是高达每担1万钱，甚至1斤黄金只能换5升豆子。在此期间，物价飞涨，社会经济十分混乱，黎民百姓深受其害。第4，他建立贷款制度以及平衡物价的政策。为了平衡物价，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宛城、临淄、成都分别设立了5军司事和前府官。5军司事负责在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对物价做出评估并公布。当商品的销售价格高于官府公布的价格时，官府可按照标准价格出售商品，促使市场价格回归到标准价格。当商品价格低于官府标准价格时，人民可以自由买卖。然而，在标准定价的过程中，却给官商勾结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最后的结果是，不但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而且这些民财还没有进入国库，大多都进入了私人的腰包。王莽还推行了一项贷款政策，民众要是缺钱，可以向官府申请贷款，如果是因为婚丧嫁娶，则不收取利息，除此之外，每月的利息是 3%。然而还是同样的问题，王莽的初衷是好的，可具体执行起来就变样了。本来是婚丧嫁娶的贷款，却被地方官收取了利息；本来不需要贷款的，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制要求贷款，最终导致民众雪上加霜。纵观王莽以上的改革内容，即使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并不陌生，因为这些政策里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也是近代才开始实行的。于是有人就给王莽戴了一顶高帽子，说他所实施的政治理想是王莽式的社会主义改革，这也就成为了王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佐证。事实上，如果硬要说他是穿越者，也不应该是从现代穿越到过去，而应该是从西周穿越过来的。不管怎样，他的这一系列改革，土地改革得罪了贵族和地主，
奴隶改革得罪了没有出路的农民，货币改革得罪了市民，对经济的干预又得罪了大批的商人，妥妥的成为了全民的公敌。当改革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制执行，使诸侯、公卿以及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到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最后，由于改革不切合实际，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廷的朝令夕改，使百姓和官吏都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贵族以及平民的不满，各地纷纷起来反抗，为新朝的最后灭亡埋下了隐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按理说，王莽的新朝刚刚建立，应该积极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处理好关系，特别是匈奴。然而，王莽对待匈奴的策略却极为奇葩，与其他附庸国的相处也如同儿戏。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与新朝反目，王莽出兵匈奴。公元9年秋天，王莽派出6名使者前往匈奴，一方面是宣布新朝已经取代了汉朝，另一方面是收回汉朝颁发给匈奴单于的旧印，换上新朝颁发的新印。匈奴和汉朝打了200多年的仗，直到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昭君出塞，才换来了50多年的和平。此时，匈奴已经归附中原，成为了中原王朝的附庸国。汉朝将匈奴的单于封为王，并颁发给他们印绶。王莽称帝后，对匈奴也要进行改革。他认为汉朝的封爵只有王和侯2级是很不合理的，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5级爵位制，即公、侯、伯、子、男。因此，王莽下诏，按照周朝的封爵制度，将汉朝的诸侯王改为伯爵，而匈奴等附属国的国君则通通改为侯爵。之前，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刻的是匈奴单于玺，而王莽颁给匈奴单于的印上则刻的是匈奴单于章。虽然只有1字之差，可意义却大不相同。这样的结果其实是降低了匈奴单于的身份。汉朝使者来到匈奴后，匈奴单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使者。在宴会上，使者趁单于喝醉的时候，让单于交出旧印，给换上了新印。宴会结束后，使者回到住所，内心忐忑不安。他们担心单于发现印信不对后，不肯善罢甘休，再派人来要回旧印。于是他们商议后决定，将旧印当场给砸碎，即使单于来要，也要不到了。第二天早上，单于醒来后，果然发现了印信的猫腻，马上派人来要回汉朝的旧印。当他得知旧印已毁后，非常的气愤，于是他修书一封，让汉朝使者带给王莽，希望王莽能批准他继续使用旧印。就这样，汉朝使者完成任务，回到了长安。王莽对他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下诏对他们进行了奖赏。或许王莽认为他已经搞定了匈奴，可事实上，因为这次印章的事件，新朝和匈奴的和平关系再次走到了尽头。之前，汉朝对匈奴的要求是，有4种人匈奴不得接纳，分别是汉人、乌孙人、乌桓人，以及汉朝给予封爵了的西域诸国人。此事过后，乌桓人见汉朝对匈奴降了级，便不再给匈奴进贡。匈奴多次派人催交，乌桓人依然不可进贡，于是匈奴便派兵攻入乌桓，并将国王及高官都绑回了匈奴扣押。新朝出面协调，让匈奴人将乌桓王给送回去，匈奴表面上答应了，可其实他们派了1万名骑兵，以护送乌桓的俘虏为名，在朔方郡的边塞外开始构筑工事，新朝和匈奴的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再来看西域诸国，王莽派使者前往西域，结果西域诸国也不再忠于新朝，居师国有一支2000多人的部队背叛新朝，逃往了匈奴，结果匈奴竟然全部都给接收了。接着驻扎在西域的4个新朝高级将领杀死校尉后，率领2000人也逃入了匈奴，匈奴也全都给接收了。然后匈奴就趁机进入西域，打算彻底切断新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系。至此，由印绶更换所引发的矛盾就彻底无法调和了。公元9年12月，王莽下诏准备征伐匈奴。他派将军孙建率领12位将领，分6路挺进匈奴。其中，诸河兵团和讨会兵团出渔阳郡，镇武兵团和平敌兵团出代郡，雁南兵团和镇敌兵团出云中郡，
武威兵团和虎贲兵团出五原郡，湘威兵团和镇远兵团出西河郡，奋武兵团和定湖兵团出张掖郡，共计30万人。为了保障后勤，他从长江及淮河流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棉衣、武器、粮食、马草等物资，并且他让已经到达的先头部队暂时驻扎，等候后进的部队，等到所有部队都集合完毕，方可开战。战争胜利后，他计划将匈奴分成15个小国，扶持新的傀儡单于。然而，如此壮观的战争部署以及美好的设想，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让人啼笑皆非。直到公元11年，经过了1年多的调度，大军竟然还没有集结完毕。提前到达边塞的将士们已经无所事事地等待了1年多，而后面的部队却还在陆续地往来赶着，战争也就一直没有开打。在此期间，他派人携带重金前往云中郡，去引诱匈奴人。最终，呼韩邪单于的3个儿子被王莽收买，来到了长安。接着，王莽就对外宣布，将呼韩邪单于的2个儿子，一个封为孝单于，一个封为顺单于。消息一出，乌珠刘若低单于更加的气愤，立即派出铁骑向云中郡发起攻击，砍杀了众多的边塞官吏和百姓。接着，他又命令左右都尉以及各路骑兵对新朝的所有边塞一起发起攻击，斩杀了雁门郡太守和朔方郡太守，汉朝百姓死伤无数，无数畜牧被匈奴兵抢走。然而，面对匈奴兵的疯狂袭击，新朝的军队却一动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烧杀抢掠。只因王莽曾下令，大军没有集结完毕之前，任何人不许出战。驻守渔阳郡的严尤给王莽上书，请求率军深入匈奴腹地，狠狠地打击匈奴，却没有等来王莽的答复。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汇集到边塞的部队越来越多，导致边塞的粮食压力也越来越大。士兵们吃不饱，就开始无事生非，骚扰边塞的边民，边民忍受不了，纷纷逃亡。与此同时，后方各郡的百姓也苦不堪言，为了供应前方将士们的粮草和兵员，各郡都在抓壮丁、催粮税。交不出税的人越来越多，被逼无奈之下，很多穷苦的百姓只能跑到山上安营扎寨，当起了强盗。更让王莽想不到的是，他亲自封的孝单于竟然还给逃跑了。王莽得知后非常气愤，将孝单于的儿子推出去给斩了。这时，坏消息不断地传来，西南夷也因为不满王莽降低了他们的爵位，起兵造反。高句丽本来就对王莽给他们改名为夏勾离而不满，后来王莽还征召他们去攻打匈奴，于是高句丽也起兵造反了。最后连西域诸国也都反了。至此1年多的时间里，王莽和匈奴还没正式开战呢，就已经内失民心，外侮盟友了。汉朝200多年打下的辉煌邦交，就此毁在了王莽的手里。严尤将军再次上书劝告，可王莽依然不听。正在这时，匈奴却派出使者想和新朝和亲。提出和亲的单于，并不是乌珠刘若低单于，而是刚刚逃回去的孝单于。原来孝单于逃回后不久，乌珠刘若低单于就去世了。于是孝单于便在右谷都侯的支持下继承了匈奴的大单于。右谷都侯是王昭君的大女婿，他和孝单于做了一笔交易。他支持孝单于的前提是孝单于必须跟新朝和亲，这对于王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和亲成功，就不用再和匈奴开战了。然而当匈奴使者告诉王莽，和亲的前提是新朝要将孝单于的儿子送回匈奴，可他的儿子早已被王莽给砍了。于是王莽决定趁孝单于还不知道他儿子已经被杀之前，快速地签订和亲协议。于是他一面派使者前往匈奴谈判，一面想办法拖住匈奴的使者，不让他们回国报信。就这样，新朝与匈奴终于签订了和亲协议，王莽下令撤军。之后匈奴的使者也回到了匈奴，孝单于便知道自己被王莽给骗了，自己的儿子也早就被王莽给杀了，可此时也没办法再动兵戈，只能暂时咽下了这口气。就这样，匈奴的这场风波终于是被王莽给应付过去了。可此时各地民变四起，王莽又会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呢？我们下期再讲。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
新朝为什么才短短的10几年就爆发了天下大乱？绿林军和赤眉军分别是在哪里起义的？刘秀又是如何走上起义的道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绿林军与赤眉军起义及刘秀和刘演举兵。王莽登基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不仅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问题，而且使社会更加的混乱，经济也全面崩溃。米价从汉文帝时期的每担数十钱涨到了2000钱。随后，他又兴师动众地讨伐匈奴，使百姓的赋税和徭役更加的难以承受。公元11年，黄河在今天河北省大名县的西南决口冲进了洛川故道，然后冲向河南南乐、山东朝城、阳谷、聊城，在禹城附近脱离了洛川北行，经过山东的临沂和惠民等地，从利津一带注入了大海。这是黄河6次大规模改道的第2次。所到之处，田地被毁，房屋倒塌，百姓生活流离失所，难民无数。然而，此次黄河决口却正好避开了王氏的祖坟。王莽家的祖坟位于魏郡的元城县，也就是今天的大名县。于是，王莽任其决堤，没有积极的组织人前去治理。结果是，大批的农民无法生计，大量的难民得不到安置，没有活路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公元15年，武元郡和代郡的数千人起兵造反。公元17年，瓜田仪在会稽郡，也就是今天江苏苏州一带率众起义。同年，琅琊郡的海举，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日照市的妇女吕母，为了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处死县宰，自称为将军，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吕母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女性首领。公元18年，东海郡，也就是今天山东省郯城附近，厉子都率众起义。同年，北方出现了数十支起义军，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铜马部、青毒部、上江部、城头子路部等。南方，张霸和秦风在南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江陵东北起义；杨牧在江夏，也就是今天湖北省云梦起义；王周公在庐江，也就是今天安徽省的庐江西南起义。这些起义军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其中势力最大的2支起义军则分别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赤眉军是琅琊人樊崇在山东莒县率领100余人起义，随后只在几年之间就发展到了数万人。他们以泰山为大本营，打击官府，抢粮救灾。为了区别于新朝的军队，他们将眉毛染红，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绿林军是湖北省荆山市三阳镇的王凤和王匡领导的，因为他们隐蔽在荆山市的绿林山中，因此被称为绿林军。公元22年，在绿林山中爆发了瘟疫，绿林军不得已只能走出山林，分成了2支队伍，一支由王常和程丹等人率领，向西进入南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荆州一带，被称为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凤和王匡等人率领，向北进入南阳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被称为新士兵。新士兵攻入随县时，平林人陈穆和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队伍，被称为平林兵。这时，刘演和刘秀兄弟也拉起一支队伍，被称为冲林军。他们与其他起义军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是汉朝的宗室子弟。刘秀和刘演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出自汉景帝的儿子长沙王刘发这一脉。到他们的父亲刘钦这一辈，只做了个南顿县令的小官。公元前5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的济阳县，他共有兄妹6人，大哥刘演，二哥刘仲，大姐刘皇，还有二姐刘元以及小妹刘伯姬。公元3年，刘钦在做南顿县县令的时候因病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和兄妹都成为了孤儿。无依无靠之下，远在南阳郡蔡阳县的叔父刘良将刘秀接过去抚养，从此刘秀就成为了一名平民。公元14年，刘秀前往长安，进入了太学，他跟随大儒徐子薇学习尚书，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邓禹和朱佑等人。公元19年，刘秀返回了家乡冲陵。此时，各地豪强纷纷起义，他的大哥刘演广结天下豪杰，也准备趁乱起兵。
公元22年，刘演手下的宾客抢劫，被官府追查，刘秀也受到牵连，前往新野的二姐家躲避。为了生存，刘秀以贩卖谷子为生。有一次，他贩卖谷子来到宛县的时候，一个名叫李毅的人请刘秀赴宴。李毅的家族是南阳的豪强望族，他听说了当时流传的图谶是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于是他觉得刘秀是刘氏宗亲，而他刚好姓李，那么这个图谶所说的不就是他们两人吗？于是他便打算联合刘秀一同起事。刘秀也觉得天下已经大乱，百姓难以生存，深思熟虑后便同意了李毅的提议。这一年刘秀28岁，他们把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冲陵。冲陵是刘秀的老家，最早之前的冲陵在湖南省的宁远县，后来改到了南阳郡的白水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的枣阳市南。刘秀的大哥刘演早就准备在冲陵起事了，于是他们便一同招兵买马，计划在立秋的当天，各郡都要检阅民兵之际，率兵起义。很快，他们就召集到了7、8千人。然而，还没等到立秋，他们起事的消息就被泄露了。李氏在长安和宛城的族人都被官兵捕杀，几乎被灭门。逃过灭门之难的李毅，还是与刘演和刘秀在冲陵正式起兵了。但是刘演认为，仅靠他们这几千人是成不了气候的，也很难抵挡住新朝的大军，不如去投靠其他规模较大的起义军。众人同意后，刘演便派人去游说新士兵的王凤及平林兵的陈穆，希望能和他们联合。王凤和陈穆很快就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做出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他们计划3支队伍在唐子乡，也就是今天湖北省枣阳市集合，一起进攻唐子乡。取胜后进攻湖阳县和吉阳县，最后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于是刘演便率兵从冲陵出发，与其他2支队伍会合，联合起来攻下了唐子乡。之后大军便开始进攻湖阳县。湖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湖阳镇，他们又顺利地攻下了湖阳县，并斩杀了湖阳县的县尉。正在高歌猛进的时候，3路大军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发生了内讧。最后在刘秀的劝说下，刘演才同意将抢来的财物分给新士兵和平林兵一部分，3方的矛盾才得以解除，再次联合起来进攻吉阳。吉阳县的治所在今天河南省新野县前高庙乡的张楼村。很快他们就将吉阳城攻破，接着便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一路势如破竹，起义军觉得新朝大军也没什么战斗力，认为拿下宛城也并不是件难事。于是起义军便冒着大雾天气向宛城方向进军。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率领着10万大军已经埋伏在了小长安郡，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小长安郡在今天南阳市的南瓦店镇。当他们来到小长安郡时，新朝大军在大雾的掩护下突然发起冲锋，起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四下逃命。见败局已定，刘秀也骑马逃走。在逃跑的途中，他遇到了妹妹刘伯姬，赶紧将她拉上马，继续逃跑。没多久，又看到了姐姐刘元以及她的3个孩子。刘秀让姐姐上马，但刘元拒绝了，他让刘秀带着妹妹赶紧跑，要不然等追兵来了，一个都活不成。刘秀无奈，只能带着妹妹狂飙而去。最终，姐姐刘元和她的3个孩子以及2哥刘仲都在这场战役中丧命了。刘演则将打散的起义兵再度集结起来，退到了吉阳。可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甄宓就率领着10万大军渡过新野境内的黄纯水，向他们追来。而且甄宓渡过黄纯水后，便将上面所有的桥梁全部破坏，切断了自己的退路，目的就是学韩信的背水一战和项羽的破釜沉舟，打算彻底的消灭这支起义军。至此，起义军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正在这时，下江兵的王常率领着5000人来到了宜丘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唐河县的东南。刘演便带着刘秀和李通去说服王常联合起来抵抗新朝大军。王常认为现在百姓思汉，所以豪杰并起，天下都想恢复汉室，而刘演就是汉室后裔，于是与属下商议后决定投奔刘演。
随着王常的到来，新士兵以及平林兵都士气大振。刘演分析认为，甄宓采用背水一战的战术是力求决战，所以不能与其正面交战，只能采取智取。甄宓率军追击的时候，将所有的辎重都留在了兰乡，也就是今天河南省新野县东边。于是刘演打算去偷袭甄宓的辎重，只要他们辎重被抢，则军心必乱。公元22年12月30日，刘演秘密地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兰乡，于夜里发动突然袭击，缴获了甄宓的所有辎重。公元23年正月初一，按照汉朝的规矩，春天是万物复苏之时，不宜用兵，可刘演却要在这一天向甄宓发起总攻。甄宓没想到刘演会在这一天出兵，被打得措手不及，新朝大军大败。最终，南阳太守甄宓和郡尉梁丘赐一同被斩杀，2万多新朝大军战死。至此，刘演终于稳定了战局。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面临哪些困局？昆阳之战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期再讲。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刘秀和刘演都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他们会获得应有的封赏吗？此战中，新莽军队损失惨重，王莽又会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战争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演被谋杀，王莽惨死于建台。公元23年6月，王毅大军强攻昆阳城，数日不下，而宛城的守将岑彭由于等不来救兵，城中的粮草告急，甚至出现了人10人的惨状。最终，岑彭献城投降，刘演终于拿下了宛城。3天后，刘秀率领着郾城和定陵的援军，在昆阳城下大破王毅率领的40余万精兵，彻底打垮了新莽大军。通过这2场战役，彻底扭转了战局，不仅让更始政权站稳了脚跟，也让刘演和刘秀兄弟俩一战成名，赢得了超高的威望。然而，如此赫赫战功却并未让他们加官进爵，反而引起了刘玄、王凤、陈穆等人的忌惮，想要除掉刘演。昆阳之战后，更始帝刘玄下诏，让所有的将领都前往宛县，准备召开庆功大会。这场庆功会的主角，一个是打下了宛城的刘演，另一个便是救出了昆阳城的刘秀。可事实上，刘玄等人并不是真的要给他兄弟2人召开庆功会，而是早已密谋好，准备在庆功宴上以刘玄举起玉佩为号，让提前埋伏好的武士直接斩杀刘演。到达宛城后，刘秀就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太对，于是他提醒刘演一定要警惕新士兵与平林兵。可刘演觉得他们向来如此，不仅爱占小便宜，还容易嫉妒，不必过于惊扰。就这样，宴会开始了。宴会上，刘演的舅舅樊洪无意中看到了刘玄藏在衣服里的半块玉，这不由让他想起了鸿门宴。当年项羽打算在鸿门宴上斩杀刘邦，范增的手里也同样拿着半块玉，于是樊洪异常的担心，随时观察着事态的发生。可最后的结果却和鸿门宴一样，刘玄也不知何故，举棋不定之下，最终并没有当场斩杀刘演，刘演总算是逃过了一劫。不久后，刘秀又提醒刘演要注意提防李毅。按理说，刘秀是被李毅说服后才和刘演一起起兵的，他们都属于冲灵军的阵营。可此时的李毅早已暗中投靠了刘玄，并且还给刘玄献上了一条毒计。于是刘玄就按照他的计谋下诏，将勇冠3军的刘季封为抗威将军。刘季是冲灵军的将领，也是刘演的爱将，他接到刘玄给他的封赏后，当场就给拒绝了。然而这正是刘玄想要的结果。刘玄立即以抗命为由，率领数千名士卒前往刘季的驻地，将其拿下，准备斩首。刘演得知后，并不知道这是个阴谋，就连忙跑过去找刘玄据理力争。结果在李毅的鼓动下，刘玄便将刘演也给逮捕了。随后他便将刘演和刘季一同给诛杀了。当时刘秀正在阜城驻守，即今天的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西。噩耗传来后，刘秀痛心不已，然而接下来他却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要返回宛县。众人连忙劝说，你现在回到宛县，不就等同于去送死吗？可刘秀却说，事到如今，跑是跑不了了，反抗也没有胜算，所以唯一的明智之举便是回到宛县请罪。于是他便从阜城回到了宛县。
见到刘玄后，他不但不请邀昆阳之功，而且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所以他不为刘演扶丧。而且在酒宴上，刘秀饮食和言笑如同平常，对于刘演的死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悲伤和不满。刘玄见刘秀如此谦恭，反而有些自愧，因此不但没有给他治罪，还封他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不久后，刘秀在宛县迎娶了他思慕多年的阴丽华为妻。阴丽华出生于南阳郡新野县一个异常显赫的家族，殷家占有的土地达700余顷，车马和奴仆的规模可与分封的诸侯王相比。由于刘秀的二姐家也在新野，所以机缘巧合之下，刘秀便有机会接触到了阴丽华。殷家小姐的美貌给刘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长安求学的时候，看到了执金吾率军出行，盛大的场面也深深地震撼了刘秀。于是身为太学生的刘秀不禁感叹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那时他还只是个平民，而阴丽华却是个富家千金，身份过于悬殊。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被封为了武信侯，于是他便决定迎娶他的女神阴丽华。这一年，刘秀29岁，阴丽华19岁。新婚之后，刘秀和阴丽华仅仅相处了3个月，刘玄便下诏准备兵分2路，一路直扑武关，目标是挺进长安；另一路则是前往洛阳。刘秀只能将阴丽华送回新野的娘家，便跟随大军一起出征了。远在长安的王莽收到战报后，也立即做出了部署。他一面派王匡去防守洛阳，一面派兵增援武关。然而武关的守将却直接打开了城门，让刘玄的大军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武关，长安城便无险可守了。王莽又立即任命了9位将军，率领3万人前去迎敌，并且把这些将军们的妻儿都接到皇宫里当人质给扣押了起来。结果3万大军一触即溃，其中2位将军战败后自杀，2位跑回了长安城请罪，其余的则全都叛逃了。于是刘玄的大军便顺利地到达了长安城下，准备开始攻城。此时王莽已经无兵可调了，只能将城中的罪犯组织起来，分给他们武器，让他们出城抵抗。结果刚出城，这支罪犯兵就跑得一干二净了。王莽得知后，在王毅等人的护卫下，躲在了建章宫太液池里的箭台上。此时跟随他的公卿大夫、宦官、随从等还有1000余人。王毅率军防守城门，不多时部下就死伤殆尽了，不得已他也退到了箭台。之后刘玄的大军便从宣平门攻入了长安城。这时王毅的儿子王穆想脱掉官服逃命，被王毅喝住，父子俩就一起守着王莽。随后刘玄的大军便攻入了箭台。公元23年9月3日傍晚，跟随王莽的1000余人全部被杀，王莽也被杜吴杀死，校尉龚宾斩下了王莽的首级，数十名士卒分裂了王莽的尸体。后来王莽的头颅被历代的皇室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的时候，由于洛阳的武库失火，导致他的头颅被焚毁。至此新朝正式灭亡，只有一帝，国祚15年。9月底洛阳城也被攻陷，随后刘玄便准备迁都洛阳。他任命刘秀为行司隶校尉，负责修建宫殿、设立官员机构、安置居民以及恢复朝廷制度等工作。刘秀不负使命，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曾经在汉朝为官的人都无不惊呼，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竟然还能再次见到汉朝的威仪。一切安排妥当后，刘玄被迎进了洛阳城。此时刘玄虽然已经称帝了，但是以刘氏宗亲自封为皇帝的起义军遍地都是，只有将这些起义军全部剿灭，他才能坐稳皇帝的宝座。此时最紧要的便是要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这个重任他本来是要给到刘秀的，结果新士兵王凤的属下朱伟等人却坚决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刘秀在昆阳之战时大放异彩，之后建设洛阳城，刘秀又是首功，如果再让他拿下黄河以北的土地，那么功劳不就被刘秀一个人给占完了吗？可刘玄的堂兄刘赐却力挺刘秀，他给刘玄建议，如此重任非刘秀不可。最终刘玄听取了刘赐的建议，任命刘秀为行大司马事，
北渡黄河，去拿下尚未归附的所有土地。那么，刘秀北渡黄河后是否顺利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